我今年90几了，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，从最底层的泥泞里爬起来，一路走到金字塔的顶端。我看过高楼平地起，也看过无数人楼塌了。这辈子我在商场厮杀，跟最狡猾的狐狸过招，跟最凶狠的狼群抢食。我阅人无数，看透了人性。我也见过了太多聪明的女人，年轻时风光无限，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在外人眼里是个模范，晚景却过得极度凄凉，连一顿安稳饭都吃不上。今天这番话可能很刺耳，甚至会彻底颠覆你的三观，会把你大半辈子的信仰撕得粉碎。但如果你已经过了60岁，还把传统的无私奉献当美德，还在为了儿女掏心掏肺，那你正在把晚年的尊严亲手送上绝路。记住我的话，过了60岁，这3件事千万别碰，碰了一件，你的下半辈子注定要在委屈和眼泪中度过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神仙都救不了你。我们先来说第一件，也是最致命的一件，千万别再把自己的晚年活成儿女的免费耗材。我知道你们这代人吃了很多苦，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，当妈的就该为了孩子燃尽自己，这叫母爱，这叫伟大。年轻时为了供他们读书，1分钱掰成2瓣花，好衣服舍不得穿，好菜舍不得吃，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，本以为能享几天清福，结果呢，根本不得闲。你们主动跑去帮着带孙子，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，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，做早饭、洗衣服、拖地，接送孩子上下学。这还不算完，甚至还要倒贴自己的退休金，给孙子买进口的奶粉，给儿女交水电费和物业费。你累得腰酸背痛，血压升高，关节变形。可是有时候连做顿饭稍微咸了一点，都要看儿媳妇的冷脸。儿子在一旁装聋作哑，捧着手机打游戏，全当没看见你的委屈。你以为这是贤惠吗？你以为这样能换来感恩吗？你以为等你老得走不动了，他们会把你当老佛爷供着吗？错得离谱。你的善良没有长出牙齿，那就是在邀请别人来吸血。我认识一位老友，当年在观塘开塑料厂起家，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，手底下管着几百个工人，谁见了都要尊称一声大姐。可是老了，犯了糊涂，非要追求什么含饴弄孙的假象。她把自己的大别墅卖了，带着大笔的现金，主动搬去和儿子挤在公寓里，出钱又出力。她以为这叫一家团圆，结果呢，不到3年的时间，她就从一个优雅的女总裁，成了一个不要钱的老妈子。儿子觉得她出钱是理所当然，因为你的钱早晚是我的。儿媳觉得她管教孙子是多管闲事，嫌弃她生活习惯老土。在这个家里，她连看个电视都要看人脸色。有一天晚上，天气很冷，她突发急性心梗，倒在卧室的冰冷地板上，疼得连按急救铃的力气都没有，浑身冷汗，喘不上气。你猜她儿女在干嘛？他们在客厅一边看电视，一边不耐烦地抱怨，说老太太今天怎么还没做好饭？是不是又在闹什么脾气？直到第2天早上，才发现她已经走了。你看，这就是血淋淋的人性。你以为的无私奉献，在别人眼里就是理所当然。你毫无底线的付出，不仅换不来丝毫的尊重，只会把他们养出贪得无厌的胃口。他们会像寄生虫一样吸干你的最后一滴血，然后嫌弃你这块骨头太硬。而在我们这些人的圈子里，真正聪明的老太太是怎么做的？我另一个朋友儿子结婚要买学区房，首付差了整整200万，跑来找他哭穷。他卡里有几千万的现金，但他1分钱都没给。他告诉儿子，买不起大房子就租房，租不起就去郊区买小的。我的钱是我的养老本。儿子当时气得摔门而去。可是现在呢，儿子每次来看他，
都毕恭毕敬，带着昂贵的礼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手里握着资源，因为他没有失去自我的边界。对儿女掏心掏肺，就是你晚年悲剧的开场。记住我的话，过了60岁，儿女的家那是亲戚家，你偶尔去串个门，买点水果可以，但绝对不要常住，更不要拿自己的棺材本去填他们买车买房的无底洞。在商战里，这叫及时止损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没有儿孙你享清福。保持距离才是最长情的母爱，守住自己的老窝，你才有最后的退路。说完了家庭和儿女，我们来说第二件，这件事比第一件更残酷100倍，那就是你的养老本。记住一个残忍的真相，过了60岁，钱就是你唯一的亲爹。别怪我说话难听，也别觉得我满身铜臭味。我做了一辈子生意，见过太多豪门为了争夺家产，亲兄弟在法庭上对簿公堂，父子之间反目成仇，互相算计。我早就看透了人性的底色，在利益面前，亲情往往脆弱得不堪一击。穷人老了盼孝子，富人老了看脸色，看存款的脸色。很多女人过了60岁，心一软，耳根子一清，或者碍于情面，就把一辈子辛辛苦苦存下的积蓄全都交出去了。有的轻信了外面的推销，拿去买什么高息理财，什么根本看不懂的投资项目；有的因为面子薄，借给了做生意亏本的亲戚周转。还有一种最蠢最傻的，是听了儿女的甜言蜜语，说什么为了避税，提前把唯一的房产过户给了孩子。你以为这是帮他们，你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孝顺你？错了，大错特错。这是在自毁你人生的护城河，这是在主动缴械投降。当年香港航运界有个老熟人，身价100亿，不可一世，去哪里都是保镖簇拥，谁见了都要低头哈腰。70岁那年，他觉得自己身体大不如前，为了避免日后的争端，也为了图个晚年清静，他提前把集团的股权和名下深水湾的豪宅全部分给了3个儿子。他以为自己可以安心做太上皇了。你猜他最后在哪里走的？在一家环境最差、最便宜的安老院，房间里甚至有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。他晚年想吃口热燕窝，都要看护工的心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儿子们拿了钱和权，立刻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大儿子说在国外忙生意没空，二儿子说家里老婆不愿意伺候，小儿子说自己压力大管不了，最后每个月只给他最低的赡养费，把他扔进养老院等死。他把财政大权交出去的那一刻，他就从呼风唤雨的大老板变成了没用的老东西。豪门的规矩如此现实，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更是这个铁律。钱在自己手里，那叫尊严；钱在儿女手里，那叫施舍。你手里死死攥着100万养老金，儿女逢年过节回来看你，那都是带着笑脸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你手里有底牌，他们对你有所图，这份图谋就能保你晚年平安。你要是把钱全交出去了，身无分文，再想跟他们要几百块钱买降压药，你试试看那个不耐烦的脸色。妈，上个月不是刚给你200吗？妈，我们房贷压力也很大的。这几句话能像刀子一样扎穿你的心。记住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但久病床前绝对有护工。前提是你得付得起特护的钱，你得住得起单人病房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死死捂紧你的钱包，别碰任何高息理财，别相信天上掉馅饼，那都是盯着你本金的杀猪盘。别借钱给任何亲戚，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。最重要的是，别提前分家产，不到闭眼的那一天，你的底牌绝不能亮出来。这笔钱是你晚年最后的铠甲。钱的事想明白了，我们再来说第3件。这件事看不见摸不着，却能活活把你气出病来，甚至能硬生生缩短你的寿命，那就是你身边的烂圈子。
人过了60岁，最不值钱的东西是什么？是面子。很多女人退了休，闲着没事干，心里怕孤独，天天往人堆里扎，去吃个不知所谓的亲戚流水席，去参加个明争暗斗的老同学聚会，跟小区里的左邻右舍天天聊些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，结果呢，全是在暗地里疯狂攀比，表面上一团和气，背地里波涛汹涌，比谁的儿子在大公司上班，比谁的女儿嫁了个有钱人，比谁的退休金1个月多拿几百块，比谁家过年去欧洲旅游了。听见别的老太婆买了个大金镯子，自己能气得半宿睡不着觉，觉得自己这辈子白活了。听到亲戚一句无心的闲言碎语，说你家孩子混得不如别人，能郁闷好几天，连饭都吃不下，甚至回家拿老伴撒气。你以为你在合群，你以为你在维系感情，糊涂透顶。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寿命去替别人的虚荣心买单，你这是在给自己找不痛快。在我们这些做大生意的人圈子里，有一条心照不宣的铁律，我们只做有效社交。什么叫有效社交？能产生商业价值的，能交换顶级资源的，或者是能让我身心愉悦、彻底放松的。没有利益交换的局，不能让我开心放松的局。八抬大轿请我都不去。管你是什么30年的老同学，还是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老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命很贵，我们的时间很贵。有那个闲工夫去听别人吹牛，我不如在家里喝杯好茶，听一段古典乐，或者多睡1个小时的午觉。而底层的人呢，最喜欢用情绪去疯狂内耗，为了一点破面子，为了一句不中听的话，跟完全不相干的人争个面红耳赤，为了在同学聚会上不丢人，花几千块买个假名牌包。这就是穷人思维的致命伤。他们把宝贵的精力全都浪费在了别人怎么看我上。到了你这个年纪，人生的上半场已经彻底结束了，大局已定，还去讨好谁啊？还怕得罪谁啊？就算别人觉得你过得不好，那又怎样？能少你一块肉吗？记住我这句话，面子是给别人看的，日子才是自己过的。那些只会消耗你的亲戚，那些见不得你好的老闺蜜，那些一见面就散播负能量，天天抱怨儿媳妇的人，通通断舍离，一个不留。该翻脸时就翻脸，不要留任何情面。你不需要那么多朋友，学会闭嘴，学会独处，独处才是最高级的修行。做一个不好惹的老太太，别人看你的眼神才会多几分敬畏，少几分算计。你的晚年才能换来真正的清静与安宁。把这3件事都做好了，不被儿女吸血，捂紧了钱包，远离了烂圈子，就万无一失了吗？并不是。如果你连命都保不住，前面说的尊严、金钱和亲近全都是一场空。这就引出了我要提醒你的下一个极度致命的心理黑洞。这也是社会底层最隐秘的剥削，针对老年人廉价保健品陷阱。很多女人过了60岁，一辈子节俭惯了，平时去菜市场买把青菜，都要为几毛钱跟小贩讨价还价，衣服破了都舍不得买新的，剩饭剩菜热了又热舍不得倒掉。可是呢，一遇到那些穿着西装卖神药的，听推销员一口一个喊着干妈，一边给你洗脚一边抹眼泪，领了人家几斤免费的土鸡蛋，听了几场所谓的健康讲座，几万块、10几万块的棺材本，眼都不眨就掏出去了，买回来一堆3无产品的保健仪器，买回来一堆淀粉做的神药。你以为你买的是长寿，你以为你买的是健康。我认识一个做这行起家的大老板，他身价几10个亿，全都是从老头老太太身上榨出来的。他有一次喝醉了，亲口跟我说过一句极度残忍的真话：我们赚的根本不是健康的钱，我们卖的也不是药，我们赚的是老人的孤独费。只要把他们哄高兴了，
给他们一点情绪价值，他们的钱比什么都好骗。听懂了吗？这就是阳谋，这就是明抢，他们就是算准了你儿女不在身边，你心里极度空虚，他们算准了你怕生病拖累别人，你心里怕死又舍不得去正规医院花正经钱，所以他们用免费鸡蛋做诱饵，把你一步步拖进深渊。在我们这些富人的认知里，健康是需要极度精准投资的，这是最严肃的科学。有病就去3甲医院找顶级专家，用最好的机器，吃最好的药，没病就吃好喝好，保持心情愉悦，适度运动，把自己的命交给几颗送鸡蛋换来的药丸，交给一个初中没毕业的推销员，这不叫养生，这叫极度的愚蠢。发脾气是本能，管住脾气是本事，养好身体才是天大的本事。从明天起，把家里那些来路不明的药全扔进垃圾桶，把那些推销员的微信全部拉黑，好好吃饭，多吃优质蛋白，好好睡觉，多晒太阳，有不舒服立刻去正规医院，别让那些无良商人的嘴骗光了你最后的救命钱。守住真实的健康，你就守住了晚年最后的底线。如果你以为做到这些就高枕无忧了，那你还是太天真了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人在最后关头败给了自己的心软。今天既然把话都说透了，我就再给你加一道护身符。这也是很多女人过了60岁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——黄昏恋的杀猪盘。别以为我在危言耸听，人老了，儿女不在身边，最怕的就是深夜里的孤独。这时候，如果出现一个温柔体贴，每天对你嘘寒问暖的老头，很多女人就彻底沦陷了。你以为你遇到了真爱，你以为这是老天爷的恩赐，大错特错。我们圈子里有个女富商，精明强干了一辈子，65岁那年老伴走了，没过2年，她在公园里跳广场舞，认识了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头。那老头天天给她送花，陪她去医院看病，一口一个宝贝叫着，女富商感动得一塌糊涂，觉得自己重新活过来了。结果呢，结婚不到半年，老头就以儿子做生意为由，骗走了她1000多万的现金。等她反应过来报警的时候，人早就拿着钱跑没影了。她最后是怎么走的？是活生生被气死的，大半辈子的心血全都替别人的儿子做了嫁衣。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。晚年的爱情全是算计，没有价值的交换，哪来无缘无故的温柔？很多普通老太太也是一样，遇到个献殷勤的老头，就眼巴巴的搬去跟人家同居，每天给人家洗衣做饭，当免费的带薪保姆。人家生病了，你端屎端尿；人家走了，你连1毛钱遗产都分不到，还要被人家儿女赶出家门。你图什么？图他年纪大，图他不洗澡，还是图他能给你发工资？记住我这句话，过了60岁，戒掉恋爱脑，你的钱包比男人的嘴靠谱。真觉得无聊了，养只猫，养只狗，狗你给它一根骨头，它还知道对你摇摇尾巴。有些心怀鬼胎的老男人，只会把你最后的养老本啃得骨头渣都不剩。把所有的感情和期待全部收回来，不要再对任何人抱有幻想。这世界上的真情太贵了，你买不起，你也赌不起。做一个六亲不认的狠角色，冷眼看这个世界的热闹。好，既然你下定决心听到底，那我们就把这场认知颠覆进行到最后一刻。你现在守住了钱，也赶走了身边的吸血鬼，避开了老头们的杀猪盘，你手里终于攥住了这笔养老金。但是这就够了吗？很多人到了这一步，又掉进了最后一个深渊。穷大方与抠搜搜的绝症，绝对不要带着穷人思维去花钱。很多女人苦了一辈子，存折上好不容易攒了100-200万，结果呢，这笔钱成了她的催命符。她天天盯着存折上的数字，1分钱都舍不得花。去超市专挑快过期的打折菜，生病了硬扛着不去医院，
买件衣服超过200块都要心疼半天，夏天连空调都舍不得开，热得差点中暑。他把钱当成了祖宗一样供着，他心里盘算着什么？我要把这笔钱原封不动，甚至加上利息，等我死了以后留给儿子。糊涂愚蠢至极。在我们富人的圈子里，财富如果不转化为生命质量，那就是一堆废纸，就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。我有个做房地产起家的老对手，他晚年查出了绝症，他没有把钱留给那些不成器的儿子，而是花重金请了最顶尖的医疗团队，用了全世界最新研发的靶向药，每天住在像5星级酒店一样的病房。他硬生生靠着钱，高质量的多活了5年。这5年里，他没受多少罪，还能坐着轮椅去海边吹风，还能喝他最爱的老班章普洱茶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用金钱向死神买时间，这叫财富的终极降维打击。而你呢？你为了省那几百块钱的体检费，把小病拖成了大病，把大病拖成了绝症，最后你走了，你受尽了折磨，你存了一辈子的那100万，被你儿子拿去换了一辆新车，或者带着他老婆去欧洲玩了一圈。他们甚至不会在你的坟前多流一滴眼泪，他们只会抱怨你走得太快，银行卡密码没交代清楚。记住这句残酷的实话，你舍不得花的钱，最后都成了别人挥霍的筹码。所以女人过了60岁，到底该怎么花钱？记住我总结的富人晚年消费铁律：第一，花钱买体力平替。你都60、70岁了，骨质疏松，腰间盘突出，别再去跪在地上擦地板了，别再为了省几十块钱自己扛大米了。花钱请个钟点工，花钱叫个上门服务。你的膝盖换一个要10几万，你请个保姆打扫卫生才几十块，这笔账你算不过来吗？花小钱买别人的劳动力，这叫顶级的资源配置。第二，花钱买医疗尊严。去医院看病，别再去挤凌晨5点的普通号，排队3小时，看病3分钟，惹一肚子气，血压飙升。你手里有钱，就去挂特需专家号，去走 VIP 通道，享受最好的医疗资源，享受医生耐心的解答。这不是败家，这是在给你的生命上最硬的保险。第三，花钱买极致体验。别再买那些便宜的破烂塞满屋子，去买几件真正有质感的真丝睡衣，贴身穿着，对自己好一点。去吃顿正宗的米其林，去买张头等舱的高铁票。你这辈子没享受过的，趁着现在还走得动，全给自己安排上，把钱花在自己身上，每一分都是赚的。我今年90多岁了，我早就立好了遗嘱，我告诉我的子孙，我的钱，我活着的时候会拼命享受，等我闭眼的那天能剩下多少，是你们的造化，剩不下也是理所当然。这才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最通透、最霸气的活法。拒绝遗产执念，做一个把钱花在刀刃上的狠人。当你学会了这样花钱，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的儿女会更加敬重你，因为他们知道你不好惹，知道你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做个最终的总结。女人过了60岁，到底该怎么活？我活了90多岁，冷眼旁观了近1个世纪的悲欢离合。我参加过无数人的葬礼，我发现一个极度反常识的规律：那些传统意义上任劳任怨的好女人，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，往往走得早，活得极度憋屈，临走的时候眼里都是不甘，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没为自己活过。反而是那些年轻时被身边人指指点点，骂他们自私自利、不顾家的狠角色，晚年过得无比滋润，红光满面。为什么？难道真的是好人不长命吗？不是的，因为这些所谓的坏女人，她们懂得一个最核心的词：合法自私。什么叫合法自私？
就是在法律和道德底线之上，把自己的感受永远排在第一位，不被世俗的眼光绑架，不被亲情的枷锁套牢。儿女买房缺钱，让他们自己去社会上拼，你不是救世主，你已经尽过抚养义务了。亲戚生病借钱，量力而行，给个红包算是心意，绝对别动自己的养老本。邻居说闲话，当作耳边风，不听不看不想。你的下半场唯一的任务，也是最神圣的任务，就是吃好睡好玩好，把你手里攥紧的每一分钱全花在自己的刀刃上，把自己打扮得精神抖擞。记住我这句忠告，人到了晚年，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学会合法自私，做一个冷酷的狠角色吧，收起你泛滥的同情心，让儿女对你保持敬畏，而不是施舍般的同情，让外人对你保持距离，而不是肆无忌惮的消耗。当你不再讨好任何人，当你把精力全部收回在自己身上，当你不再为不值得的人流一滴眼泪，你就会发现60岁以后的人生，没有了职场的压力，没有了养育的重担，这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。别做免费耗材，别交出养老本，别混乱圈子，远离廉价保健品，别碰黄昏恋，拒绝穷人思维。这万字真言是我这90几年的人生结算，字字泣血，句句见底，望你好自为之。